各位同学在完成了这个阿米巴中断实验的连线之后，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程式部分要怎么进行操作。同样的，请大家打开我们的 Arduino IDE 界面。好的，我们一样要选取适当的专案。那这次的专案在范例，然后呢，滚动到底下有个阿米巴 GPIO 的部分，然后有一个 Interrupt Control LED 的专案，把它开启开来。我们把它放到全萤幕。好，当我们开启了这个专案之后，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专案的内容有哪些。首先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专案呢，其实是我们透过阿米巴板来搭配它的中段来控制 LED， 所以会根据 LED 当前的这个灯号的状况来进行反向的操作。譬如说，它原来是亮的，然后它就会变成暗，然后如果是暗的，按下按钮之后就会变成亮。好，那以上的说明就是这个程式的目的。那我们再看在程式的内容部分到底有哪些。同样的，在往下滚动到程式的11行的地方开始，那么它会说明了 button 等于12，也就是它等一下会用第12的角位来接到这个按钮上面。那第12行的部分 LED 等于13，也就是用第13的角位，然后接到给LED 的灯。那第14行 LED 的 state 代表它原来的初始的状态，那么是代表是它 LED 是亮还是暗。那一开始我们设成为这个1是高电位状态，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亮的。好，那接下来呢，在16行开始是一个按钮的处理程序。那这个按钮的处理程序呢，首先喂给它2个32位元的整数值，一个是 ID， 一个是事件。那这个我们先等一下再讲解。那同样的，我们先看到第17行的部分。那第17行跟第21行是一个对称的2个部分，代表是说它去判断现在 LED 灯的状态，然后来进行操作。所以在17行，如果 LED 灯的状态现在是低电位，也就是不亮的状态情况之下，那么它就会把 LED 的 state 转换成复写成1，也就是换成高电位，并且透过 digital write， 也就是数位输出的部分，然后再把 LED 以及 LED state， 然后呢当成参数传入进去之后，它就会把这个 LED state 1，然后呢输出给 LED， 它就会让这个灯泡就会由原来的暗转成了亮。那同样的21行到第24行的部分，那就是原来呢 LED 是亮的部分，那么它的要转换的目标是0，是变成暗的。所以同样的，经由了24行数位输出的部分，我们的 LED 灯，然后呢就会由亮转回暗的状态。好，那这个是刚才按钮的这个处理程序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整个环境的设定的部分。那在这个整个环境设定部分的话，那在28行到34行的 setup 里面包含了哪些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去指定我们现在刚才所要输出给 LED 的这个pin 角的这个 pin mode 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看到现在 LED 是一个 output 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设定，也就是说，它现在设定 LED pin 为输出的形态，那并且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 LED 还有 LED state， 然后呢当成参数传出去给 digital write 数位输出，所以它就会把原来的一开始初始状态，我们刚才提过是一个亮的高电位的状态1写进 LED 里面。好，那接下来在这个按钮的部分，我们会做什么操作呢？在按钮的 mode 的部分，我们会让它除了就是给定了按钮的这个 pin 角之外，那我们会给定一个特别的一个状态，叫做 input IRQ rise。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 input IRQ rise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定位 button pin 角为一个这个输入的一个形态，但这个输入的形态呢，这个输入形态是一个正圆触发，因为它是一个 rising edge， 是一个上升圆的一个正圆触发的状态，也就是在每次你在按钮的时候按下去的那个瞬间，你会产生一个这个正圆的这个讯号，然后传递出去。那在设定好了它的 pin mode 之后，我们看到第33行，它就会用一个 digital set IRQ handler
就是数位的设定这个中断的这个处理程序，来把刚才的 button 以及 button 的这个处理程序，然后一起喂进去，当成参数，那就可以正确的来执行。那在最后，在 loop 的部分，在无穷回圈执行的部分呢，那其实它没有做特殊的动作，那只有就是 delay 个1000个微秒，也就是每次1秒有1秒的中断，1秒的这个延迟的结果。那以上呢就是阿米巴版中断实验的这个程式解说部分。